我和男朋友出去旅游，在机场吃早饭的时候，他喝着餐厅里的热乎乎的豆腐脑，却给我一罐从家带来的过期八宝粥。到了酒店，他提议房费我们 AA，早上我请你吃了早饭，你就请我吃午饭和晚饭吧。他还体贴地补充：宝宝，我不是想占你便宜，我知道你是独立女性，肯定喜欢算清楚一点。我点点头，那不如咱俩自己订自己的房间，分开住，然后所有饭钱按饭量 AA。男朋友怒了：你也跟我算得太清楚了，这还是谈恋爱吗？我算看明白了，他是又想 C， 这得多不要脸呐！我和男朋友出门旅游，各自买好了同一个航班的机票，在机场会合。一早到了机场，我托运完行李，周明也到了。他浑身上下只背了一个双肩包。我看了看时间，还很充足，就提议在机场吃点早饭，再去安检。我和周明宇进了一家餐厅落座，他拿起菜单看了看，我要一碗豆腐脑，再来一笼小笼包吧。服务员记下之后看向我，周明宇大方地说：宝宝你想吃什么？我来请客。顿了顿，他补充道：不过咱俩吃一笼包子就够了吧？我记得你说过早上一向没什么胃口，我也不怎么饿。他拿着菜单，丝毫没有要递给我的意思，我也没太在意。这家店的招牌是皮蛋瘦肉粥，就在墙上写着呢，那就要一份皮蛋瘦肉粥吧，不要放葱花。服务员刚要落笔，周明宇抓着菜单惊呼起来：一份皮蛋瘦肉粥要28块钱，抢钱呐！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回答：机场的餐厅确实比外面贵一点，不过也还好吧。周明宇冲服务员摆摆手：我们就要一碗豆浆和一笼包子就好了。服务员翻着白眼走了。我懵了，傻傻地问道：那我喝什么呀？周明宇笑嘻嘻地从背包里掏出一罐八宝粥，就知道宝宝喜欢喝粥。看我带了什么，当当当，饭店卖的粥多贵呀！宝宝要是喜欢，以后我去你家给你熬。周明宇贴心地替我打开八宝粥罐子，掰开勺子递给我。可能是今天起床太早，大脑还没开机完毕，我晕乎乎地接过勺子，在他期待的目光中，我浅浅地吃了一勺，冰冰凉，甜腻腻的。哦，而且还有股怪怪的味道。这罐八宝粥是不是坏了？怎么吃起来怪怪的？周明宇吸溜了一口热乎乎的豆腐脑，才说：不能吧？我出门前特意看了保质期，刚过期1个月，肯定没坏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周明宇，这都过期了你不扔掉，还带给我吃？周明宇皱了皱眉头：扔掉多浪费呀，这都是粮食，过期怎么了？没坏不就行了吗？那上面印的保质期都是假的，就是骗你们这些小姑娘。这是什么理论？浪费粮食确实不好，但是凭什么他喝着热乎乎的豆腐脑，让我吃过期的八宝粥？我直接把勺子扔在了桌子上，站起身：你自己吃吧，我觉得咱俩不适合一起出去旅游，我要回家了。我和周明宇是相亲认识的，刚确定关系还不到2个月，平常相处起来还算不错，也没什么矛盾。这次2天1夜的旅程是周明宇提出来的，我想着网上说旅行是检验情侣的重要标准，就同意了。现在我摸着咕咕叫的肚子，内心后悔，早知道烂在公司里加班，也不出来受这个气。我走到值机柜台，和工作人员说想要拿回行李。工作人员有些为难地说：女士，您的行李在行李舱最里面，取出来耗时比较长，可能会耽误航班的正常起飞时间。您确定要取行李吗？这么麻烦啊？因为我个人原因耽误航班起飞是不是不太好？万一其他旅客有急事呢？我正犹豫着，周明宇追了过来，
他的嘴角还沾着一小块褐色的酱汁，气喘吁吁地开口：青瑶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知道我家庭条件一般，我妈从来不舍得丢过期的东西，我从小就习惯了。我保证接下来2天好好照顾你，你别回家了行不行？周明宇的眼神真挚又诚恳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对天发誓了。我想到出门前我妈千叮万嘱，要我好好和周明宇培养感情，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下了飞机，提取行李，周明宇背着包，拖着我的超大行李箱，一副男友力爆棚的样子。我轻松地跟在他后面，早上那点不愉快烟消云散。平心而论，相处这2个月来，周明宇确实很会照顾人。到了酒店大堂，周明宇快走了2步，把我甩在后面，然后对酒店前台说：您好，我们要一间大床房。我什么时候说要和他住一间房了？还没等我阻拦，酒店前台已经面带微笑地开口：好的，先生，普通大床房是388一晚，请问您是几位入住？那个，先等一下。此时我刚好走到前台，周明宇把我拉到了一边。宝宝，你找的这个酒店怎么这么贵呀？出发前1晚，我做了旅游攻略发给他。我好脾气地解释，节假日的酒店都是这个价格呀，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性价比最高的酒店了。周明宇掏出手机，点了几下，你看这家酒店，离这不远，一间房才100块。我定睛一看，什么酒店？只是一个破旧的小旅馆，狭窄的门头，斑驳的外墙，详情里还写了洗手间公用。我嘴角抽搐，你喜欢你去住吧，出来玩我可不能委屈自己。周明宇还辩解，有什么可委屈的？不就是为了晚上睡个觉吗？见我死活不答应，他妥协一般说道：那好吧，住这家也可以，咱俩得。我点点头，没问题。我本来就是打算自己开自己的房间。周明宇脸上乐开了花。那宝宝你先转我200，我去开一间房，还是开2间？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周明宇就打断了我。另外，我看这边吃饭也不便宜啊，我建议咱俩一人请一顿，早饭是我付的钱，午饭和晚饭就你来付吧。如果你半夜饿了，我再请你吃宵夜。我惊呆了，大哥，早饭的豆腐脑和包子你自己全吃了，也能算你请我吃饭了。周明宇理所当然地回答：你吃了我带的八宝粥啊，那也是花钱买来的。我都气无语了，他还好意思提八宝粥？一罐过期的八宝粥就想换中午晚上2顿大餐。要知道这个城市最出名的就是各种海鲜，随便吃一顿就是500块起，早饭才花几个钱。况且周明宇也知道我从来不吃宵夜，更别提他还居心叵测的想只开一间房，这是摆明了又想 A 又想 C， 还想让我多出钱吃饭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周明宇见我不说话，还给我戴高帽。宝宝，我知道你是独立女性，最不喜欢占人便宜，肯定也想算清楚一点。我点点头，是该算清楚。不如咱俩自己订自己的房间，分开住，然后所有饭钱按时量嘞。我觉得这样算更清楚一点，你觉得呢？周明宇愣了一下，然后怒气冲冲地说：你这也跟我算得太清楚了，这还是谈恋爱吗？看吧，占不到便宜就开始恼羞成怒了。我勾了勾嘴角，你急什么？不是你说要算清楚的吗？周明宇的语气软下来，开始哄我。宝宝，我不是不想给你花钱，我是想着省钱存起来，等以后咱俩结婚，这些钱都交给你管。我装作理解他。哦，所以你只是想省钱，不是想占我的便宜。周明宇点头，对，
我就知道宝宝理解我。那这样吧，咱俩去刚才你说的那个小旅馆住，还是自己开自己的房间？这样你只需要花100块，够省钱了吧？周明宇瞪大了眼睛。那怎么行？我疑惑地看着他，有什么不行的？这样不是更省钱？还是说你非要和我睡一间房？周明宇脱口而出。那当然了，为了约你出来旅游，我可是买了1000多块钱的机票。你要不给我睡，我不如拿机票钱去找个鸡好吧？啪！我没控制住，一巴掌扇到周明宇脸上。傻逼！周明宇怒吼：你凭什么打我？他这一嗓子把酒店大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。我用纸巾擦了擦手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就凭你个抠逼，非要和我睡一间房，占我便宜，还要列房费，早上给我一罐过期的八宝粥，就要我请中午晚上2顿大餐。你直接明说想睡我还要我倒贴，我还敬你几分坦诚。现在嘛，不好意思，咱俩正式分手了。周围的人听见八卦，眼睛都亮了，纷纷和身边的伙伴议论周明宇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这么抠。周明宇是个要面子的，他涨红着脸大吼：我才不抠，我看透了，你就是个捞女，我不给你花钱你就发脾气打人。男人挣钱也不容易，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出来玩你掏点钱怎么了？他这2句话成功地获得了一些男士同情的目光。我懒得自证，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又不会掉块肉。我直接走到前台，递上身份证。你好，麻烦给我开一间888的套房。我这人最舍得给自己花钱，出来旅游当然要住得舒服。前台小姐姐正开心吃瓜，忙慌乱地点头。好的好的。我拿着房卡冲周明宇挥了挥。你不抠，你倒是证明给大家看看呐。周明宇一咬牙一跺脚，直奔酒店大门离开。周围人全都忍俊不禁，虽然有一点小插曲，但是一个人的旅游更自在。第2天傍晚，我回到家，妈妈没在，可能是去跳广场舞了。我洗了个澡，蒙上被子就开始补觉。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被客厅的说话声吵醒了。思瑶啊，他好像还没回来呢吧？我刚要出声说我回来了，周明宇那个恶心人的声音传来：阿姨，我和思瑶都处了2个月了，这次出去玩他竟然不肯跟我睡一间房，他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居然有脸跑到我家跟我妈告状。我妈那张刻薄的嘴骂不死他，但是我妈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。你找我说有什么用？这种事情要凭你的本事好吧？他不同意，你不会强硬一点呢？亏你还是个男人。我心中发寒，别人的妈都教女儿洁身自好，我妈竟然教唆周明对我用强。虽然他一直催我结婚，但是我没想到他居然能说出这种话。我掀开被子，3步并作2步跑到门口，拉开卧室门，愤怒地大喊：妈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和他已经分手了，他就是个想占我便宜的渣男。我妈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随即理直气壮地质问我：死丫头，你偷偷回家也不说一声，谁准你分手了？你都快26了，再嫁不出去，谁还要你啊？小周这么好的男人，你还不好好把握？不就是睡一间屋吗？他是喜欢你才想跟你亲近。周明宇也跟着点头。阿姨说的对，宝宝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不同意咱俩分手。我妈走过来，拉着我的胳膊劝我：思瑶，有什么误会你和小周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你都见过这么多相亲对象了，还要挑到什么时候？早点结婚对你有好处，妈能害你吗？我冷漠地甩开我妈的手：你以后不要再介绍男人给我了，我想结婚就结，
不想结婚，谁也不能逼我。听见这话，我妈脸色骤变。死丫头，你不结婚，难道要一辈子住在你弟弟的房子里吗？我震惊地看着我妈。什么叫我弟弟的房子？这是我买的。我大学毕业，干销售赚到第一桶金后，就交首付买下了现在这套房子。我妈知道我一个人住，坚持要过来照顾我。她来后没2个月，就想让小我2岁的弟弟也搬过来，被我拒绝了几次。弟弟高中就辍学，在乡下混日子，靠我爸种地养活他。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跟我一母同胞的废物，奈何我妈疼我弟，总是背着我偷偷补贴他。现在他们还惦记着把我嫁人，然后让弟弟占了我的房子。我妈面色狰狞，上手就推了我一把。你买的又怎么样？咱家的东西以后全是4成的。我没站稳，直接摔在了卧室地上。周明宇着急忙慌地过来扶我。宝宝摔疼了没？我一边拉着睡裙，防止走光，一边躲开他伸过来的手。然后我听见吧嗒一声，卧室门从外面被锁上了。我妈得意洋洋的声音传来：“小周啊，机会阿姨给你了，你要把握住啊！赶紧生米煮成熟饭，他就能搬到你家去住了。思瑶啊，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再不结婚，都要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。良好的生育力才是一个女人的内核，不然你赚再多钱又有什么用？你弟弟找了个女朋友，就要房子，等你搬出去了，你弟弟就有房子结婚了。”此时我没空去反驳他的奇葩言论和质问他的偏心，我迅速站起身后退，抓起椅子上的外套，把自己裹得严实。周明宇向前走了几步，看向我的目光贪婪又下流。宝宝，你看你妈都支持我，咱俩这叫奉旨上床。我技术很好的，保证不会让你疼，还很享受，真是恶心死我了。我胡乱抓起书桌上的东西向他丢去。周明宇1.83米高，150斤，站在我面前，压迫感十足。你是没体验过，所以才不知道男人的好。等咱俩结了婚，老公让你天天下不来床。宝宝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你如果也爱我的话，就把自己交给我，我保证以后工资全部上交。我们多生几个孩子，你就可以辞职在家里享福。他滔滔不绝地劝了我10几分钟，我不为所动。笑话，我1个月底薪1万，年末业绩提成几10万，让我辞职带孩子，我疯了才会觉得在家生孩子，过那种手心向上的日子是享福。啪！我扔出的一个木质笔筒砸在了他的额头上。周明宇没了耐心，直接扑了过来。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闪身躲开，哐当一声，我一直用外套挡着的手机摔在地上。忽然，我听见有人按响了门铃。周明气喘吁吁地停下抓我，神色紧张。又过了漫长的1分钟，一道天籁之音传来。我们接到这个地址的报警。这里就你一个人吗？我听见我妈有些紧张地回答。对，就我一个人住在这里。那一瞬间，我对她彻底心死，泪水却不受控制地涌出。我直接放声大喊：救命啊！我在卧室，救命啊！周明突然明白过来，看向地板，地板上我的手机屏幕亮着，停留在12110的短信报警页面。他终于慌了，迫于警察的压力，我妈打开卧室门，周明被警察控制住了。他还和警察狡辩，我们俩是情侣，正在玩情趣呢。不信你问我丈母娘，前2天我俩出去旅游，她嫌我花钱少了，闹脾气才报警的。我妈在一旁帮腔，小两口闹着玩呢，这死丫头还麻烦你们过来。我换了衣服，洗了把脸出来，大声打断她，我俩已经分手了，是她意图强奸我。哎，你这死丫头，这话你
也能说出口。还要不要脸了？警察看向我的目光带着同情，我无奈地扯了扯嘴角。是啊，谁能想到我的亲妈居然帮着一个刚认识几个月的男人强奸我呢？周明宇涨红了脸，你至于吗？就因为我旅游的时候要跟你约费用，你就这么污蔑我？我冷哼一声，打开手机。从我打开卧室门的那一刻，我就在手机后台开启了录音。我技术很好的，周明宇的声音伴随着猥琐的笑声传出来。他气急败坏地伸手要打掉我的手机。咱俩谈恋爱呢，我睡你怎么了？合情合理，难道不给你花钱就不能睡你了吗？那你跟鸡有什么区别？警察挡住他，别动，老实点。你懂不懂法？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。周明宇理直气壮地回答。可是我连他手都没摸到，你们就来了。年轻些的那个警察把我拉到一边，低声问道：你身上有伤吗？我摇摇头。警察来得及时，我躲得够敏捷。周明宇连我的睡裙都没碰到。如果你前男友和你妈坚持说是情侣间的玩闹，情况对你很不利，没有证据证明他意图强奸，我建议你们私突下和解，让他给你道歉和赔偿损失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不得不承认警察说的对，我只能以卧室里的一片狼藉为由，让周明宇赔偿了1万块钱，外加一封手写的道歉信。周明宇转给我1万块钱的时候，表情痛苦的像在生挖他的肉，看得我心情愉悦了不少。警察还警告他，以后不能再骚扰我。周明临走前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我无声地做了个口型。傻逼，一场闹剧结束，我还有家务事要料理。我妈依旧觉得她没错，我把你养这么大，让你嫁个人你都不肯，现在还闹成这个样子。小周这么好，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我看着把我养大，却在我受到伤害时还背刺我的妈妈，冷漠地说道：别再邀功了，你把我养这么大，不过是为了通过我得到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。那些没结婚的男人再烂，在你眼里都是好的，而我对你再好，只要没结婚，我就是个烂货。给你1天时间，收拾东西离开我的房子，我不会把我的房子给任何人。我妈一脸你在说什么胡话的表情看着我，女人天生就是要靠男人活的，你以后嫁出去带着房子，不是白白便宜了婆家吗？而且那是你亲弟弟呀，以后你在婆家挨了打，你弟弟要替你拼命的呀。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一番苦心呢？你弟弟没有房子，怎么结婚给赵家传宗接代？你不要做赵家的大罪人。我好笑地看着他，我靠我自己活，用不着赵思成那个弱鸡给我撑腰。他想要房子结婚就自己去挣，我只是他姐，不是他妈。你平常拿着我给的零花钱偷偷补贴他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现在还想抢我的房子，脸怎么那么大呢？刚好出去旅游的行李箱还没收拾，我又放了些必需品进去。今晚我打算住酒店，我多1秒都不能忍受和我妈待在同一个屋檐下了。明天这个时间，我希望你已经搬走了。既然你这么想念赵思成，那就回乡下照顾他去吧。我贷款买的这个房子有80多平米，2室1厅。如果当初不是我妈非要来住，我是打算租出去的。我出去租一个离公司近的 loft 或者一居室，然后把这个房子租给一家3口，以租养贷，还节省了上班的交通费。见我要走，我妈拉着我，依旧在说一些脑残言论。我冷冷地甩开她，你毕竟生了我，别逼我大嘴巴子扇你。第2天，我和公司请了1天假，找到了心仪的 loft， 顺便把自己的房子挂上去出租，租金比市场略低一些。
唯一的要求就是租客战斗力一定要强。等我妈回了乡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以后赵思成肯定会来找麻烦。傍晚时候，我回到家，我妈居然在做晚饭，这是拿我的话当耳边风啊！我自己动手，把她的衣服、鞋子和那些骗了她不少钱的保健品统统打包，扔到了楼下等着的出租车上。我妈拦不住我，坐在门口哭天抢地：“你个不孝女呀！我白养你这么大，你要赶你妈出门，周围已经有邻居探头探脑了。”我大声说道：“你都要找男人强奸我了，我凭什么还要孝顺你？我自己买的房子，你要拿去送给别人，能怪我赶你走吗？”我妈不敢哭了，捂着脸：“你真不害臊啊！这种事也拿出来说。”呵，我冷笑一声，想用名声绑架我，门都没有。在这里住了1年了，我早出晚归忙工作，一个邻居也不认识。我才不在乎这些陌生人怎么看我。东西搬干净，我把大门密码一换，对我妈说：“楼下的出租车我已经付了车费，你现在要是不走，等到晚上要么流落街头，要么自己付车费回乡下。”我妈见我心够硬，乖乖递上了车。从这里到乡下老家打车要300块，300块钱送走她，划算。后来没过几天，我弟赵思成果然带着我妈回来找场子了。我通过门口的监控看见他还找了个开锁的师傅。我妈叽里咕噜说了半天，又当场给开锁师傅赚了1000块钱。那开锁的师傅居然就在没核实住户身份的情况下给他们开门了。3个人正在大门前忙活的时候，门自己开了。一个花臂壮汉瓮声瓮气地问道：“你们谁呀？开我家门干什么？抓小偷了呀？”开锁师傅见情况不对，脚底抹油直接溜了。我妈哆哆嗦嗦地说自己是户主的母亲，接着我的手机就疯狂地响了起来。我直接挂断，看到监控里我妈急得直跳脚，我弟那个弱鸡还想跟人家玩横的，估计是抱着挨顿打也能讹点钱的心态，结果屋里又出来一个拄拐棍的老太太和一个7、8岁的孩子。好家伙，buff 叠满了这是。最后我妈又赔了花臂大汉1000块钱破坏门锁钱，然后灰溜溜地走了。我果断给那个租房中介写了个大大的好评，这租客找的真是找在我的心坎上了。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周明宇。这天我正在核对客户资料，我的同事龚雪吃完午饭回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你男朋友在楼下等你呢，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？”我早就拉黑了周明宇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我走到窗户边，看见周明宇在楼下站着，怀里还抱着一只什么活物。他看见我们公司大楼里出来一个人，就上前问人家认不认识赵思瑶。这货疯了吧？骚扰不到我，就骚扰我的同事。我3步并作2步冲下楼：“请问你认识赵？”周明宇话问了一半，看见是我，顿时双眼放光：“宝宝，你消气了没有？我带着礼物来和你赔礼道歉了。”周明宇怀里抱着一只长毛小奶牛猫，可爱极了。之前你说过想养只猫，看它可爱吧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怒吼：“我跟你分手了，分手了！要说几遍你才会懂。当年我说想养猫，你说有买猫粮的钱，不如给你买烟抽。现在又来装什么大尾巴狼？”周明宇丝毫不生气，哭丧着脸：“宝宝，这些日子我认真反思过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之前不知道你年终奖还会发好几十万，住的房子也是自己买的。我前几天听说了之后，决定以后结婚不让你辞职了。你喜欢工作就工作，以后我在家带孩子当全职奶爸，你在外打拼，我们一定会是最幸福的一家5口。”我冷静下来，
甚至有点想笑。你脸皮可真厚啊！谁特么跟你一家5口，还全职奶爸？你不就是想吃软饭吗？我看你是发现自己骗不到别的姑娘，才回来找我的吧？我和周明宇谈恋爱的时候，连一杯4块钱的柠檬水他都要跟我的，还美其名曰攒钱娶我。谁家姑娘能受得了谈恋爱这么计较？那阵我被我妈催婚催得昏了头，天天被她洗脑，觉得周明宇虽然抠门，但是长相不错，谈恋爱也不亏，况且我也不缺钱，也就呗。这不后来就发生了那些奇葩事，周明宇的脸上变换出一种被戳穿的尴尬神色。我懒得再跟他纠缠，直接放狠话：你再来骚扰我，我就把录音和道歉信发给你们公司老板。说完我也没等他回答，扭头就回来了。回到办公室，龚雪凑过来：哎呀，思瑶，你怎么对你男朋友这么凶啊？看把人家委屈的，男人最好面子，你在外面不给男人面子，男人早晚要出轨的。我记得之前你男朋友天天给你送早餐的，现在怎么都不来了呀？周明宇最会那些不花钱的嘘寒问暖，他给我送早餐，4个包子1杯豆浆，我要转给他15块钱，大多数时候我只能吃下1个包子和1杯豆浆，剩下的就都进了周明宇的肚子。以他抠门的性格，有免费早餐吃，能不天天突给我送吗？我不想解释太多，直截了当地说，我和他已经分手了。龚雪大吃一惊：你男朋友这么好的男人，现在很难得了呀，你不要总耍小性子，况且你平常总和男客户交际，能找到个不嫌弃你的男人已经很好了。你别仗着业绩好不拿男人当回事，女人啊，最后还是要回归家庭的。我闻到了一股子娇气味。这个龚雪平常就爱阴阳怪气地说我的业绩来路不正，就差明目张胆地说我陪客户睡觉了。但是还好，我们公司里正常人比较多，我有多努力，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，根本没人接他的话茬。我为了签订单，甚至天天帮客户接孩子放学，带客户父母体检，1年365天，我能1天假都不放。我挑眉看他：你喜欢当娇妻，你去追他好了。我这么努力工作，可不是为了以后回归家庭的。龚雪面色微红，说什么呢？我可不夺人所爱啊！我没再理他。龚雪在窗边站了一会，然后又下楼转了一圈，回来就跟主管请了1下午的假。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刷某音的时候，就看见一条同城视频，一个卖猫的大妈在嚷嚷：挺大个小伙子，买完猫居然还来退啊！合着我的猫给你白玩了2天呗，玩腻了就来退钱。一个没露脸的男生回答道：你要是不给我退，我就举报你没有营业执照。这声音怎么那么像周明宇？我仔细看了看，视频里被退货的小猫正好也是一只长毛小奶牛。小奶牛猫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可怜兮兮的被周明宇提在手上，甩来甩去，看得我十分揪心。最后大妈妥协了，退了钱，抱着小猫心疼不已。镜头一闪而过，周明宇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，侧脸很像龚雪。我心疼小猫，一晚上没睡好。第2天上班迟到了一会儿，刚到公司就看见同事们围在一起聊八卦。我凑过去，聊什么呢你们？同事们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一手带起来的徒弟小贾举着手机，给我看一个同城视频，竟然是昨天周明宇来我公司楼下的画面。视频里，周明宇抱着小猫，面露委屈。我站在他对面怒喊：我跟你分手了！看起来就很像我无理取闹。周明宇忍辱负重一般。这个视频的热度很高，评论也多，评论也大多是骂我的。
还有疑似周明宇和龚雪本人的评论。女朋友因为我旅游途中不肯给她花钱，就闹分手。我买来她想要的小猫哄她，她还嫌不是品种猫，大喊着让我滚。这个月已经准备吃馒头榨菜攒钱给她换品种猫了。这捞女是我们公司的，她男朋友天天给她送早餐，嘘寒问暖，结果她还是为了钱甩了人家。PS 这女的是我们公司销冠，估计跟有钱老男人睡多了，看不上脚踏实地的好男人了。现在的女人地位真是太高了，要钱要关心要面子，真是要逼死男人了。女人只要出个币，就可以明目张胆的要房要车，真羡慕他们躺着就把钱赚了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看来我当初对周明宇还是太心慈手软了，让他敢这样颠倒黑白。还有龚雪这个脑残娇妻对我肆意造谣。我抬起头，看向龚雪的工位，她正坐在工位上，一脸得意洋洋地听着同事们讨论我的八卦。我大跨步走过去，一手拽着她的领子，另一只手用尽全力给了她2个大嘴巴子。啪啪，龚雪的脸瞬间红肿，她尖叫出声：“你干什么打我？我要报警！我要告你！”我勾起嘴角，我什么时候打你了？明明是你打了我的手。龚雪继续尖叫：“公司里这么多人作证，你凭什么颠倒黑白？”我身后的小贾嘿嘿笑了2声：“我作证，我亲眼看见你用脸打赵姐的手，打得可使劲了。”龚雪气得脸都变绿了，其他同事纷纷出声：“是啊是啊，没想到龚雪这么厉害，小赵掌心都红了。”哎，思瑶就是性格太好，总挨欺负。龚雪哇哇大哭：“你们怎么能颠倒黑白呢？我要查监控！”站在角落里的保洁大妈默默地拔掉了监控的插头，坏掉了，看不了了。哈哈哈！公司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，我也笑了。销售这工作很吃天赋，不是谁都能干好的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工作不好找。公司里其实有很多不适合干销售的同事，他们不敢辞职，本身还是个社恐，一个月签不出去一笔订单。公司里每次有人业绩不达标，我都会从自己手里分出去一些小订单帮助他们，大家都记我的情。就连龚雪也受过我不少帮助，结果她却在网上肆意抹黑我，真是喂不熟的白眼狼。你现在感受到被人颠倒黑白的无助了吗？这就是你在网上抹黑我的代价。我一会儿就和老板建议开除这个月业绩垫底的同事。龚雪，收拾收拾，滚蛋吧你！龚雪咬牙切齿：“你威胁不到我，不怕告诉你，我已经和周明宇开始交往了。他说以后根本不需要我工作，他会养我。”我听完更开心了。龚雪以为的他会养我是男人负责赚钱养家，他只负责貌美如花。而周明宇那个抠闭嘴里的我会养你，大概率是每个月1000块钱生活费，还要让他存下800。看来龚雪的福气在后面呢。打完龚雪出气，我还要解决周明宇。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报复才能更爽？急脾气的人根本受不了这个。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澄清谣言。网友们和那些不熟悉的朋友，其实根本不在意事情的真相是什么，他们只想吃瓜，看热闹，给无聊的生活增添一丝笑料。等谣言深入人心，我再澄清。即使他们知道我是对的，仍然会拿我的事当乐趣来讨论。我要在这之前，用更炸裂的真相占据他们谈论的话题。我找保安室要了他来我们公司楼下那天的完整监控录像，再加上周明宇的手写道歉信、强奸未遂的录音，以及我俩谈恋爱期间 AA 的账单和所有我转账给他的记录。另外还有周明宇买猫求和失败又回去退猫的视频。
我把这些做成了一个长视频，将全部的前因后果都讲了出来。我码掉了周明的名字和脸，但是点明了他上班的公司和姓氏，确保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能认出来我说的是谁。我还给视频买了热度，视频下的评论立刻转变了风向。原来是小姐姐遇人不淑，刚谈2个月就要强迫人家，这是什么品种的人渣呀？怪不得这男的每天送早餐给女朋友，原来都是女朋友买单，笑死！3、4块钱这男的都要，还要意思说别人是捞女，只有我心疼小猫吗？本来以为自己有家了，结果是被当作工具，最后还惨遭退货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公司吗？这声音像是周某某啊！很快就有人扒出了视频里的男人是周明宇。周明宇上班的公司非常注重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的，而且客户群体大多是女性。这条视频迅速发酵，要求辞退周明宇的呼声越来越高。没过几天，龚雪就收拾工位，然后抱着一个大箱子，说她辞职了。她恶狠狠地瞪着我。这回你满意了？明宇被你搞得丢了工作，要了。随即他又换上开心的神色，那速度堪比川剧变脸。我也要跟明宇回老家，我已经怀孕了。明宇说不让我工作，回他家安心享福，他妈会好好照顾我的。我看着他脸上沉溺于梦境一般的幸福感，真诚地说了一句：祝你幸福。一个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，希望她能早早想明白这点。龚雪虽然辞职了，同事们的微信却都没删。一开始她几天才发一条朋友圈，不是说婆婆给她做了什么好吃的，就是说周明对她多么多么好，一罐八宝粥就能哄得她见牙不见眼。老公说外面的奶茶不健康，还都跟粥似的，不如自己在家喝八宝粥。我点开图放大看保质期，果然没让我失望，过期了。疑似和给我的那罐八宝粥是同一批产品，也不知道他家怎么有那么多过期八宝粥，难道是过年走亲戚剩下的？我真是为他肚子里的孩子揪心。直到几个月后，他生下一个女儿，生完那天他还发朋友圈说，我老公说女儿好，女儿是个小棉袄，感谢她不重男轻女。她生孩子重度撕裂，对再次怀孕充满了恐惧。慢慢的，龚雪的朋友圈发得越来越勤，语气也越来越幽怨，抱怨婆婆抠门不给她吃肉。周明宇说她胖得像猪一样，不给她钱买新衣服，每每深夜就发 emo 文案，说自己后悔了。生产那天，她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求求老天爷，一定要是儿子啊！我也是后来才想明白，为什么周明宇明知道抠门小气的男人不招女人待见，却在谈恋爱时连装都不肯装一下呢？因为他在筛选，他要剔除头脑清醒的大女人，寻找到一个肯在恋爱时就百般迁就他的傻女人。一旦傻女人和他结婚，被他绑在家里变成娇妻，就可以任他搓磨。后来听说龚雪连生了3个女儿，离婚又离不掉，再也忍不了了。在某一天，独自一人跑到别的城市工作，打算分居2年再提离婚。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终于清醒了。周明宇的寡母带着3个娃娃累病了，动不动就躺在床上起不来。周明宇只能把工作换成跑外卖，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老母亲和3个娃娃。他一家5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，靠着一个月3、4千块钱养一家5口。周明宇帅气的面容很快衰败，有同事偶然见过他，说如今跟个黑瘦的小老头一般。我的日子过得不错，我妈他们的日子就惨了。我妈用尽了各种招数向我求和，
我除了每个月给他打1000块钱的赡养费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管。听亲戚说，我弟要市里的房子结婚，闹腾的不行。后来弟媳怀孕了，我爸和我妈终于下定决心，卖了老家的房子，在市里付了一个2居室的首付。本来说好了贷款我弟自己还，可是他游手好闲，什么工作都干不了2、3天就被辞退了。我爸和我妈无奈的以快60岁高龄出去打工还贷款。这回好了，我弟和弟媳心安理得的在家双排打游戏，爸妈下了班回家还要给他们做饭洗衣服。听到这里，我讥讽地笑了笑，自作自受吧。亲戚还说，老两口最近到处借钱，说是最近腰扭了没法干活，房子快要断供了。我想了想，决定这个月多打1000块钱给他们看病。至于我弟会不会带他们去看病，我就管不着了。父母生病了，我出钱，我弟弟出力，这不是很公平吗？聊天聊到最后，亲戚委婉地劝我，年纪不小了，该结婚生子了。我淡淡的一笑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我享福，我的幸福就不劳您操心了。缘分到了，我自会顺势而为。挂了和亲戚的电话，一只长毛小奶牛猫蹭到我身边，躺在地上露出肚皮喵喵叫，仿佛在说，妈妈已经3分钟没摸宝宝了，委屈。那天我特意去找了卖猫大妈的摊位，我到的时候，小奶牛猫无精打采地缩在笼子里。卖猫大妈说，这只小猫被买走又被退了回来，十分抑郁，整天这样无精打采。别的顾客看见小奶牛这个样子，都怕是病猫，不敢买。我果断买了小奶牛抱回家，世界破破烂烂，小猫缝，都是小猫挠的。啊，妞妞，你又抓麻麻的真皮沙发，罚你今晚不准上床睡觉。喵喵喵！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出国工作1年，今天终于刑满释放了。我一路小跑赶回家里，满脑子都是和女儿安安重逢的画面，想着安安扑在我怀里，甜甜的喊妈妈，我不由得又加紧了脚步。刚到小区门口，却看见一个衣着破烂的小女孩正踮着脚尖，用力地翻着垃圾桶。我有些疑惑，我们小区也算是高档小区了，怎么会有捡破烂的小女孩呢？我不由得多看了2眼，只见小女孩从垃圾桶里捻起一个瓶子，兴奋地在衣服上抹了抹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身后拖着的大麻袋里。可只一幕却让我的心跳慢了半拍，小女孩的侧脸怎么这么像我的女儿安安呢？我走到女孩10步远的距离停了下来，试探性地喊了一声许念安。女孩竟真的转过了头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渐渐的，她的眼神从迷茫到疑惑，再到不可思议，最后竟小声地说了句：妈妈，是你吗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瞬间碎了，2行清泪顿时从眼角滑了下来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眼前脏兮兮的小孩竟然真的会是我的女儿安安。安安兴奋地朝我扑了过来，妈妈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呀！我把安安抱在怀里，用力地擦拭着她脸上的脏污，可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她的脸擦干净。我努力克制住情绪，颤抖地问安安，你在这里干嘛呀？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吗？没想到安安却摇了摇头，是奶奶交给我的任务。奶奶说我长大了，要自食其力，给爸爸妈妈减轻负担。我也不会干别的，就只好捡捡瓶子了。妈妈你放心，等我长大了，就出去打工，肯定比捡瓶子赚得多。看着安安骄傲的小眼神，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奶奶，奶奶在我们家吗？我有些疑惑，之前我坐月子的时候，婆婆对我不闻不问，甚至还偷偷把朋友送我的燕窝吃了个精光。一开始我还能忍她，
可后来她隔三差五对我阴阳怪气，说什么生个孩子哪有那么娇气。我们那时候刚生完孩子就下地干活了，生个小丫头片子有啥用？抓紧时间生个儿子才是正事之类的话，我实在忍不了，连夜把她的东西从楼上扔了下去。从那之后，我和我婆婆就再也没有见过面，她更不敢到我家来。没想到我出差1年，我老公许文渊竟然偷偷把他妈接过来了，住我家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让我女儿在外面捡瓶子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站起身，拉着安安的小手：“安安真乖，这些瓶子咱们不要了，妈妈不需要你做这些脏活。走，咱们回家。”推开家门，我老公和婆婆正在啃羊排，满嘴流油。安安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偷懒可是要挨打的哦！你还敢打我女儿？听到我的声音，婆婆顿时吓了一跳，手里的羊排都掉到了地上。你回来了！许文渊也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还没等我说话，安安却小跑到婆婆身边：“奶奶，咱们家难得吃一次肉，怎么还掉地上了？多浪费啊！”说着，安安捡起地上的羊排，就准备往嘴里塞。我见状，连忙快步上前，一把打落她手中的羊排。“安安，你干嘛呢？”安安委屈地看着我。“妈妈，奶奶说浪费可耻，我每次不小心把吃的掉地上，奶奶都会让我捡起来吃掉的。我们家好几个月没吃肉了，这么大一块肉掉地上多可惜呀！”听完安安的话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。1年前许文渊被裁员了，为了维持家里的收入，我才答应老板到国外出差。每个月我除了日常开销，剩下的钱全都打给了许文渊，就是想让安安生活得好一点。可我没想到，他们竟然会如此虐待我的女儿。我压着怒火，轻声问安安：“你说家里好几个月没吃肉了，那你平时都吃什么？”安安指了指柜子：“我吃方便面，要是捡的瓶子多了，奶奶也会给我做热乎乎的烙饼，有时候还会给我炒青菜呢。”我瞬间感觉一股热流直窜脑门。我每个月打那么多钱回来，他们就给我女儿吃这个，难怪我看安安面有菜色，明显营养不良。我狠狠踩了2脚地上的羊排，捡起摔在婆婆面前，转头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我们要尊老爱幼，好吃的让给奶奶吃，好不好？”安安懂事地点点头。我冷笑着对婆婆说：“浪费可耻，这是你告诉安安的，那你就把这块肉吃干净吧。”婆婆瞪着眼睛看着我：“我不吃，脏死了。你还知道脏？这不是你教安安的吗？安安可以吃，你个老不死的有什么不能吃的？你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，以身作则，懂不懂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懂不懂？吃，你今天必须给我吃完！”见我发火，安安吓得连忙躲在我身后。许文渊站出来打圆场：“青宁，妈也是为了孩子好，你别发这么大脾气，听我慢慢给你说。那你吃。”我转头看着许文渊，许文渊被我的眼神吓得打了个哆嗦。我拉着安安的手，把她带进房间，锁上了门。妈妈和爸爸奶奶说说话，安安自己待一会儿哦。说完，我一步一顿地走到婆婆身边：“是你自己吃呢，还是我喂你吃？”看着我的眼神，婆婆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当年我把她的行李扔了出去，如果不是许文渊拼命拦着，我差点就把她也给扔到楼下去了。她见过我发火有多可怕，此时也不敢作声。我冷笑一声：“既然你不肯吃，那我就亲自喂你吃喽。”说着，我捻起羊排，狠狠朝他嘴里塞去。那块羊排本已经被他啃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大多是骨头。他拼了命的挣扎，但我力气比他大得多，硬是给他塞进去了一大半。骨头在他嘴里不断的翻搅，
没一会儿，他嘴角便渗出了血来。他被羊排堵着嘴，不断的嚎叫，却只能发出支支吾吾的声音。我却发了狠，把整块羊排彻底塞进了他的嘴里。够了，严青宁！我妈喘不过气了。许文渊冲上来拼命地拽我，我自然拦不住他，在被拽开前又狠狠踹了婆婆2脚。嗨嗨嗨嗨！严青宁，你谋杀呀！婆婆的脸憋得发紫，满嘴鲜血混着骨头渣子，拼命地咳嗽着。谋杀？你对我女儿做的事情才是谋杀吧？我恶狠狠地瞪着她。婆婆咳了半晌，终于缓过来一口气，拍着桌子大骂：许文渊，管管你的好媳妇！许文渊，管管你的好妈！我俩同时看向许文渊，许文渊的眼神在我俩中间游离了半晌，忽然往地上一蹲，长叹一口气：哎，造孽呀！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，等着他给优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他过了半晌，才抬起头，却不敢看我的眼睛。青宁，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？呵，我还以为他会说什么，这个窝囊废！我冷笑一声，打招呼，打了招呼，我还能看见这么精彩的一幕吗？让一个6岁的孩子去翻垃圾桶捡瓶子，你们可真够狠心的。许文渊，那还是不是你的女儿？说着，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安安说我们家难得吃一次肉，我明白了。你知道我只有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的时候会中午打视频，所以你们只在那天给安安做好吃的，目的就是让我看见安安过得很好。我说安安为什么一直说让我中午给他打视频，原来是他以为只要我中午打视频，他就可以吃肉了。呵，你们给他吃方便面，吃烙饼，自己却偷偷吃羊排，吃得油光满面的。许文渊，你他妈还算是个父亲吗？我看着许文渊那副窝囊的样子，冷笑一声：你不是说要给我慢慢说吗？来，你要说什么我听听。许文渊听我这么说，急忙抬起头，但眼神仍然闪躲。青宁，其实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安安好。我听一个育儿博主说，对小孩要苦难教育，这样才能培养出他坚强的性格，以后才会更容易成功。你看最近的电影，人家那么有钱的大老板都搞苦难教育呢。安安现在被我们培养得多好啊，懂得感恩，珍惜粮食，才这么小就学会了独立自主。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很成功。成功你妈！我气得抄起旁边的凳子，狠狠砸在了许文渊的身上。人家搞苦难教育，请了多少教育专家，还有专业的厨师做饭，营养一点不缺。你妈的搞苦难教育就是让我们女儿饿肚子吗？你这是苦难教育，你这是杀人吧！我恶狠狠地瞪着许文渊，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：我看不是你听什么狗屁博主说的，是你妈听的吧？许文渊不敢答话，我已经气晕了，苦笑着点点头。好，好，许文渊，我之前给你说过什么？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你偷偷把他接到家里来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你他妈还搞狗屁的苦难教育，这样欺负我女儿！我每个月给你打那么多钱，都是为了狗了。你个婊子，骂谁是狗呢？婆婆听不下去了，冲着我囔囔。我回敬她一个要杀人的眼神，她顿时又缩了回去。搞苦难教育是吧？好，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受得了苦难。说着，我头脑一热，把家里的空调挨个砸了个遍。许文渊，我带安安回娘家了。40度的天气，你和你亲爱的妈妈好好享受苦难吧。我把安安从房间里抱了出来，趁许文渊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冲出门去，把门锁锁上。我家的门锁从外面锁上，里面无法打开。我倒想看看，这娘俩能不能受得了苦难。我带着安安先到5星级酒店开了个房间。
好好洗了个澡，然后又去自助餐厅大吃了一顿。看着安安兴奋的模样，我的心里只觉得一阵心酸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女儿，让她受了那么多苦。趁安安啃着牛排的功夫，我打开了微型摄像头的视频。刚才出门前，我顺手将公司带来的微型摄像头放在了鞋柜上。只见许文渊和婆婆热得满头大汗，双双站在家里唯一一台老得不像样的破风扇前。婆婆冲着许文渊抱怨：“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，被女人欺负成这个样子？你还是一家之主吗？”显然这娘俩已经吵了半天了。许文渊也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还说我呢？还不是怪你们没本事！这房子都是人家青宁在婚前买的，要是你们给我婚前买套房，现在被留在家里捂痱子的就是他了。”婆婆气得破口大骂：“我和你爸辛辛苦苦，怎么就养出了你这么个废物？他婚前买的房子，你不能要过去啊！再说了，你那么高的工资都去哪儿了？喂狗了？”许文渊也急了眼：“我工资都给谁了？你不清楚？是，青宁说的对，就是喂狗了。你……”婆婆气得满脸通红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俩人吹了半天风扇，实在是热得受不了。许文渊跑过去，冲着门框框就是几脚。这破门防不了贼，偏偏防着我了。呵，你就是家里的贼吧？我看着他俩冲着门较劲儿的那副鬼样子，心中的气解了3分。没一会儿，安安便打着饱嗝拍凸着肚子：“妈妈，我吃饱了，这些都是给你留的，你快吃。我看你一直在玩手机，都没顾上吃饭呢。”看着面前包好的大虾，我不禁一阵感动。安安真懂事，还知道给妈妈剥虾。安安冲我做了个鬼脸：“妈妈挣钱很辛苦，我不能替妈妈分担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。”虽然有点心疼，但还别说，安安现在确实变得很懂事。安安骄傲地一仰头，接着说：“平时我在家每天都给爸爸和奶奶倒洗脚水呢，出门的时候还帮奶奶提行李。”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一声，问安安：“那奶奶有没有给你什么奖励？”安安诺诺地说：“为什么要给奖励？奶奶说这是女孩子应该做的。”我心中不由得无名火起，这个老妖婆把我女儿当丫鬟使。我沉着脸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你记住，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。你给奶奶倒洗脚水、提行李，当然没有问题。但只有你发自内心的喜欢奶奶，感谢奶奶，才值得去做这些事，明白吗？而且，你现在还是孩子，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快乐的成长。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忍心让你做这些脏活累活的。你现在告诉妈妈，你喜欢奶奶吗？”听我这么说，安安不由得低下了头。“妈妈，我可以说实话吗？”我点点头。“当然，你必须实话实说。”安安小声说：“我不太喜欢奶奶，倒不是因为她总让我干活，而是我觉得她并不喜欢我，更喜欢弟弟。”弟弟，我不禁有些疑惑，我家里哪来的弟弟？安安轻轻点点头，就是叔叔家的弟弟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瞬间火冒三丈，一下子从座位上窜了起来。“你说的是许文飞的儿子？”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许文渊竟然敢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把许文飞的儿子接过来住。我和婆婆关系闹僵，和许文飞一家脱不了干系。当年，我和许文飞的老婆张静几乎同时生孩子，我生的是女儿，她生的是儿子。只是令我意外的是，婆婆竟然主动要求来照顾我月子。当时我还以为她是好心，一度还有些感动。可自打她来了之后，我就发现不对劲儿了。她住在我家，不仅不帮任何忙，还动不动使唤我干活。这些我都不和她计较，直到是她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。可渐渐的，我发现我家里开始丢东西了。
我给安安买的都是最好的奶粉，一罐都要上千块钱，可没想到，才没几天便用完了。我当时没有想太多，又找朋友买了几罐，可这次消耗的竟然更快。虽然我刚生完孩子，但我也不是傻子。安安还没满月，哪里喝得了这么多奶粉？于是我留了个心眼，偷偷观察，这才发现婆婆竟然大半夜悄悄把奶粉装进袋子里带了出去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能让她这么煞费苦心，除了她的亲孙子，还能是谁？我当即把这件事给许文渊讲了，她表示会找婆婆说一下，可没想到婆婆却越来越离谱。我朋友给我送的补品莫名其妙消失，还有我在网上买的上好的牛肉也不知所踪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我妈妈送给安安的玉坠竟然也不翼而飞了，那可是我家的传家宝啊！我再也忍不了，当着许文渊的面质问婆婆，没想到她却抵死不认，一口咬定她没见过玉坠。我懒得和她废话，喊上我哥哥，一路杀到了许文飞的家里。一进门便看见那条玉坠挂在他儿子许欣然脖子上，我哥当场就和他打了起来。混乱中，玉坠竟直直摔落在地上，我连忙捡起，虽然没有碎，但上面也出现了一条裂痕。我心疼的眼泪都掉了出来。这条玉坠是我姥姥临终前留给我妈的，我妈又传给了安安。对我家而言，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了，可竟会被这一家无赖轻而易举地摔在地上。看我如此难过，张静非但没有道歉，反而出言嘲讽：“你生个丫头片子，带这么好的玉，迟早也是送给别人家了，有啥用？你个小丫头喝那么好的奶粉干嘛？我可是给许家生了儿子的。你这个做伯母的理应表示表示，这也就是现代了。搁古代，你还得来伺候我月子呢。我伺候你妈！”我气得上前狠狠扇了张静2巴掌。许文飞想阻拦，却被我哥一拳打倒在地。我当着他们的面把偷我的奶粉倒进厕所，临走前，我哥把他们家砸了个稀巴烂。可没想到，这帮无赖竟然还敢报警。我当然不惯着他，拿出玉坠要求赔偿。经过鉴定，玉坠的折损价值把他们房子买下来都绰绰有余。许文飞哪里掏得起钱，只得把他妈搬出来撒泼打滚。但这招在我面前没有用，我坚决不撤诉。许文飞也知道我家人的脾气，为了不进局子，只得把房子卖了，老老实实的赔了钱。一家人搬到了农村老家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和婆婆一家彻底闹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当时本想和许文渊离婚，但许文渊那时候的表现还算不错，不仅没有偏袒他弟弟，还帮着我找律师。我把他妈妈赶出去的时候，他表示支持，我这才原谅了他。可没想到，我出国这1年，他竟然背着我把他那个该死的侄子接到了我家。我越想越气，拉着安安的手准备回家找许文渊算账。没想到刚出酒店门口，忽然一颗石子直勾勾地冲着安安砸了过来。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把安安抱在了怀里，替他挡下这一击。石子虽小，可砸在我背上，疼得我直咧嘴。我扭头看去，只见一帮和安安年纪相仿的小男孩冲着安安扮鬼脸，捡瓶子的垃圾海。我这有瓶子，你要不要啊？土老帽，这学期替我做卫生，我就把瓶子都给你，你让他做卫生，脏不脏啊？听着这群小男孩放肆的嘲笑，我简直快要被气晕了过去。我快步上前，拽住领头男孩的衣领，手上发狠，几乎将他提了起来。你再说一句试试。看到我的脸色，其他男孩顿时一哄而散，只剩下领头的被我死死拽住。那小孩还在嘴硬，我又没说错，
他就是捡垃圾的土老帽。我火冒三丈，抬手便准备扇他。那小孩见我动真格的，顿时吓得慌了神。别打我！是许欣然让我们喊的。听了这话，我不禁有些疑惑。许欣然，他在你们学校？男孩点点头。是的，他是我们校长的亲戚，今年刚刚转学过来的。我顿时被气笑了。校长的亲戚？安安他们学校的校长明明是我同学，我怎么不知道他有许欣然这样一个亲戚？我把小男孩放开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记着，安安捡瓶子是在做义务劳动，我们家根本不缺钱。要是再让我看见你欺负安安，有你好果子吃！”我的神情把小男孩吓坏了，愣愣地冲我点头。我接着说：“反倒是那个许欣然，他把你们都骗了。他是个狗屁校长的亲戚，马上我就让他从你们学校滚蛋。”我赶走了小男孩，只觉得头晕目眩。仅仅出门了1年，安安就被欺负成了这个样子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我再晚回来一段时间，安安会变成什么样。我定了定神，转头问安安：“许欣然他们经常欺负你吗？”安安诺诺地点点头。我接着说：“那你有没有告诉老师？”安安低下头说：“我说了，可是老师说他们为什么不欺负别人，只欺负我，让我想想自己的问题。妈妈，你说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摸了摸安安的脑袋。安安，你记着，永远不要为别人的过错买单。你是被伤害的人，你有什么错，下次再遇到欺负你的人，你就狠狠地还回去，让别人记着，你许念安才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别怕，出了任何事都有妈妈给你撑腰。安安眼里闪过一丝泪花。妈妈，那你能不能不要走了？你不在，他们都欺负我。听着安安的话，我心都化了，用力将她揽在怀里。安安别怕，妈妈以后都不走了，一直在你身边。安抚好安安之后，我反而渐渐平静了下来。事情要一件一件解决，当务之急是让安安在学校不能被欺负。安安的小学是有名的私立学校，不仅学费昂贵，还十分难进。他们学校的校长是我的同学，之前我不想安安被过分打扰，所以只是给同学打了个招呼，还特意强调不用特别关照。但如今来看，是我低估了人性的恶。我之前就找同学要过安安班主任的住址，现在时间还早，我拉上安安，直奔他班主任老师的家中。敲了半天门之后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懒散地打开了门。谁呀？陈老师，我是安安的妈妈，有事想给你说一下。看到安安，又看到我，陈老师显然有些意外。你是安安妈妈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我之前工作忙，所以家长会都是许文渊参加，加上我又出国1年，更是没有来过学校。老师不认识我也不意外。我礼貌地笑了笑，之前我没有参加过家长会，所以老师可能对我没有印象。我这次来就是想说一下安安在学校被欺负的事情。陈老师不耐烦地一抬眼皮，安安被欺负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要我说呀，你们这些家长也真是的，孩子有点风吹草动的就担心的不得了。这个年纪的小孩在学校里打打闹闹的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什么欺负不欺负的，要是所有家长都像你这样，动不动就找上门来，我们这当老师的还过不过日子了。没想到我还没说话，他竟然先倒打一耙。我忍着怒火对他说：“安安被欺负是我亲眼所见，一堆小男孩冲他扔石子说脏话，你觉得这是一点风吹草动吗？换作是你的女儿被别人这样欺负，你怎么想？我还没有女儿呢，别乱说。”陈老师的眼神有些躲闪，从他的反应中，我能看出来，
他对这些事情是知道的。我接着说，不管你有没有小孩，我的心情你应该都可以理解吧。我们学校收费不便宜，我掏着这么贵的学费，是送孩子来上学的，不是让他来被欺负的。你作为班主任老师，当然应该替孩子主持公道，让所有孩子都健康快乐的成长，要不然所有孩子都蛮不讲理、横行霸道。你这个当老师的恐怕也干不下去吧？咱们学校也不能被称为全市最好的私立小学吧？听我这么说，陈老师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哪里没有主持公道了？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关系很好，从来没有闹过矛盾。如果真的存在欺负人的现象，我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我低下头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你告诉妈妈，你到底有没有给班主任老师反映过情况？老师又是怎么说的？你别怕，就实话实说。”安安轻声说：“我给老师说过，老师说他们为什么不欺负别人，只欺负我，让我找找自己的问题。”听到安安这话，陈老师脸上闪过一丝慌张。我哪说过这话？我冷笑一声：“你的意思是安安在撒谎吗？”陈老师支支吾吾接不上话，过了半晌，忽然把眼睛一瞪：“我是说过这话，怎么了？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的很正常，我怎么没见其他同学说过他们被欺负啊？”安安说的那个男孩也是我们班的，平时很懂事很听话，上课也认真听讲，怎么看也不像是欺负同学的人。我这话有错吗？你女儿平时上课也不好好听讲，穿得脏兮兮的，每天就盯着垃圾桶里的瓶子，丢不丢人啊？你也知道我们是最好的私立学校，你女儿这样都影响到我们学校的笑容了。我没找你们就已经算是客气的了，你还反过头来怪上我了。我看就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女儿，别整天邋里邋遢的丢我们班的人，还说别人欺负她。先找找自己的问题吧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恶狠狠地扇了陈老师一巴掌。陈老师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我甩手又给了他一巴掌。现在你再说说，一个巴掌能不能拍响？要是拍得不响，那我再多来几巴掌，拍到你觉得响为止。陈老师惊愕地看着我，直到我的手再次扬起，他才终于回过了神。你打我，你他妈敢打我！啪！扬起的巴掌哪有放下去的道理？陈老师被我扇得满脸通红，尖叫着朝我扑了过来。我也不惯着他，狠狠一脚把他踹倒在地。他痛苦地捂着肚子躺在地上，不断地哀嚎。我抬脚看了眼鞋底，真可惜，今天穿的不是高跟鞋。陈老师躺在地上不断地打滚，口中叫骂：“你他妈敢打我！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我门口有监控，今天没有10万8万的，你别想走！”我冷笑一声，取下手上的表，瞪大你的狗眼睛，给我看清楚，这块表叫百达翡翠，价值100万，我今天就给你放这，你让我打到100万为止。说着，我骑在他身上，又狠狠地扇了他几巴掌，直到安安在一旁拼命地拉我衣服，我这才渐渐恢复理智，从陈老师身上站了起来。陈老师被我扇得鲜血直流，脸肿得像是一个猪头，他口中还在不断地叫骂：“妈的，你别混了，等死吧！我今天非得弄死你！”可手脚却无力地在空中乱摆。我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，蹲下身凑到他耳边小声说：“你也不问问，我是怎么知道你家住址的？”听我这话，陈老师嚣张的神情顿时烟消云散，转而一脸惊异地看着我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们的校长姓高，是我高中最好的同学，难道他没给你说过，
班里有一个姓许的小朋友，要多留意留意。虽然我给同学强调了不要重点关照，但他还是给我说，已经给老师打了招呼，只是说要留意姓许的小朋友，没有提安安的名字。听我这话，陈老师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姓许的小朋友说的是许念安，难道不是许欣然？我忍不住发笑。许欣然，要是我猜的不错，他应该今年才转到这个学校吧？你也不想想，校长在这干了多少年了？如果许欣然是校长的亲戚，他怎么可能今年才转到学校？陈老师眼珠转了几圈，忽然破口大骂：“妈的，许文飞，你骗老子！你大爷的！我还真以为你和校长是亲戚，你个不要脸的玩意！”我瞬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缓缓站起身，朝他晃了晃手机。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录下来了。本来我今天是想和你好好谈谈的，但就你这个素质，确实也没必要谈了。我会把录音发给校长，你的饭碗肯定是保不住了。说着，我拿起手表重新戴上。哦，对了，你要是想告我呢，随便。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觉得能戴得起这个价格的手表的人，能有多少手段整死你呢？我把录音和情况给我同学说了一遍，他当场表示要把陈老师开了，并且拉进行业黑名单。同时，他也解释了许欣然的情况，原来是许文渊私底下找到他，想让他帮忙把许欣然安排进学校。我之前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，没有给他讲过我家的糟心事，他还误以为这一切都是我的意思。因为我人在国外，工作又忙，这一年都没有和他联系，而且他觉得这就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，所以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求证。呵，许文渊，我还真的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竟然敢背着我干这么多恶心人的事情。我同学表示要回学校调监控，把许欣然欺负安安的视频找出来，然后立马开除了许欣然。处理完学校的事情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此时倒是不着急了，如今我便被动为主动，等着他们一家子上门即可。回到酒店，我又打开了家里的监控，却不见了许文渊他们的身影。我往前倒了半天，原来许文渊找了开锁公司开门，结果开了门之后，许文渊竟然耍赖不给师傅钱，开锁师傅又把他重新锁进了屋子里，最后还是许文飞带着另一个师傅前来，这才把这娘俩给救了出来。看着许文渊狼狈的模样，我不禁有些好笑。看来这一年我打给他的所有钱，他都打给了他那个好弟弟。还好，我家之前的积蓄全都在我这里，这才不至于整个家都让他们搬空了。我带着安安回了娘家，期间许文渊给我打了无数次电话，我都没有接。一天，我同学忽然给我打了电话，他说许文飞知道儿子被开除之后去学校闹事，因为是暑假，学校没有学生，许文飞被保安揍了一顿轰了出去，同学提醒我要多加小心，许文飞很可能会来找我麻烦。我当然心里有数，提前给我哥说了这些事。果然，没多久，许文渊便带着一家子出现在了我家门口。见到我出来，许文渊还没开口，婆婆先破口大骂：“你个贱女人，那天想热死老娘啊！”我冷笑一声：“老太婆，这不是你提倡的所谓苦难教育吗？怎么不开空调就受不了了？还没让你去捡瓶子呢。”婆婆还想接着骂，却被许文飞拉住了：“妈，别和他废话了。嫂子，我今天还叫你一声嫂子，我家欣然好好的被学校开除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朝他翻了个白眼：“嫂子，我多稀罕你叫是的，许欣然是怎么进的学校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”许文飞不屑地说：“那是我哥找人帮的忙，
跟你有屁的关系？我不禁被他气笑了。那要不问问你哥，找的是谁的关系？许文飞看向许文渊，许文渊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青宁，别闹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我冷笑一声，一家人？许文渊，算我瞎了眼，一直没看出来你究竟是什么人。你能帮你那不争气的侄子上学，却忍心看着安安捡垃圾，你还配当这个爹吗？许文渊微微皱眉，我不是给你解释过了吗？那是人家专家讲的苦难教育，你看安安现在多懂事啊。好，就算我教育的不对，那也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，没必要把其他人掺和进来吧。欣然，这个事是我没有提前给你商量，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拒绝的。过去的事情你受委屈了，他们也接受惩罚了，就让他过去吧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现在这个田地？哈哈，一家人？你先问问你那亲爱的弟弟是不是一家人吧？难道他没给你说许欣然是为什么被开除的吗？听我这话，许文渊看向许文飞，许文飞不敢直视许文渊的眼睛，还能是因为什么？还不是你从中作梗，要不是你……还没等他说完，我打开手机播放了许欣然欺负安安的录像，看着许欣然带着一帮小男孩冲安安吐口水、丢石子，许文渊的脸色也变了，双手捏得越来越紧，最后狠狠一拳砸在了许文飞的脸上。婆婆顿时朝许文渊大吼：“你干嘛？这是你亲弟弟！”许文渊眼睛瞪得能喷出火来：“你还知道他是我弟弟？我帮他儿子上学，就是让他欺负我女儿的吗？”婆婆还在低声喃喃：“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受点委屈不是很正常？”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许文渊恶狠狠地瞪了回去。许文飞也自知理亏，不再争辩，最后一把把身后的许欣然拽了出来：“行，嫂子，这事是我们不对，我道歉。”欣然，赶紧给姐姐道歉。许欣然小小年纪就吃得肥头大耳，满脸横肉，一抖一抖的，不屑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行了吧？”我冷笑一声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法律做什么？张静在一旁不咸不淡地说：“我儿子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不成还能把他送进监狱呀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他现在是还不到年纪，不过总有长大的那一天吧。不信，我们就走着瞧。我的手段，他俩之前都见识过。”许文飞一把拉过张静，换了副脸色讨好地说：“信，嫂子，我们都信。我回去一定好好揍这小子一顿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和我们计较了。学校那边的事还得靠您多费心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你揍不算数。”说着，我拉着安安指着许欣然说：“安安，妈妈之前告诉过你，别人怎么欺负你的，你就怎么还回去。别怕，有妈妈给你撑腰。”安安诺诺地捡起一颗石子，犹犹豫豫地朝许欣然丢了过去。安安这一下没有用力，石子只是轻轻地碰到了许欣然的胳膊。许欣然当场要发作，却被许文飞一脚踹翻在地。我转头对安安说：“他平时是这样砸你的吗？”安安摇摇头，又捡起了一颗石子，手上加了力道，直接打到了许欣然的胸口。许欣然惨叫一声，本还想发脾气，却看见许文飞那张臭脸，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我又对安安说：“他只砸过你这一下吗？”安安一咬牙，从地上抓起一把石子，朝着许欣然就砸了过去。这一下力道不小，许欣然双手挡着脸，连连后退。张静看不下去了，一把把许欣然护在身后：“严清宁，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”我瞪着张静说：“哟，你也知道心疼？那许欣然欺负我家安安，我心不心疼？”说着，我又看向安安：“
安安明白我的意思，一口口水吐到了张静脸上。婶婶，欣然弟弟平时就是这么对我的。行啊，安安，这么快就学会了。我看着一脸诧异的张静，对安安说：“安安，解气吗？”安安用力地点点头。我笑着摸摸她的脑袋，这就对了，有气千万别憋着，该发就发出来，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是软包子呢。许文飞一把拉开张静，拽着啜泣的许欣然对我说：“嫂子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这下可以原谅我们了吧？”我朝他微微一笑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原谅你的？”听我这话，许文飞当场暴怒，冲上来就要打我。可惜他忘了，这是在我家门口，还没等他上前，我哥和他的几个朋友就一把将许文飞拽住，胖揍一顿，吓得一旁的许欣然哇哇大叫。我狠狠瞪着许欣然，连你爸我都收拾得了，更别说你这个小崽子了。要是以后再让我听见你欺负安安，我弄死你！说着，我叫停了我哥，对躺在地上喘粗气的许文飞说：“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，你家新买的那套房子，是你哥擅自挪用我们婚内财产购买的，而且用的还都是我的钱，这在法律上属于赠与无效。房子我收回了，提前给你讲一声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滚蛋！”许文飞不可思议地看向婆婆：“妈，你不是说那是我哥的钱？”婆婆也难以置信：“文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许文渊终于坐不住了，朝婆婆大吼：“我早就失业了，要不然清明也不会为了赚钱出国1年。之前不敢告诉你们，是怕你们担心。现在你们花着我的钱还欺负我女儿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滚滚滚，都给我滚！”许文渊和我哥他们一起把婆婆和许文飞一家轰了出去。他们走后，许文渊本还想和我说什么，我却直接把大门一关，不想再看见他。过了几天，我哥给我说，许文渊一直在我家门口跪着，饿了就啃馒头，晚上就席地而睡。安安有些不忍心：“妈妈，就让爸爸进来和我们一起过吧。”我摸了摸安安的脑袋：“安安，你还想过以前那种生活吗？”安安拼命地摇摇头：“才不要！在姥姥家我吃的可好了，姥姥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我才不要再啃菜叶子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那你知道造成这一切的人到底是谁吗？”安安摇摇头。我叹了口气说：“就是爸爸。如果不是爸爸偏心他家人，又怎么会让安安被欺负呢？狗改不了吃屎。爸爸以前也给妈妈发过誓，绝对不和他们家人来往。可现在又怎么样呢？妈妈就出去了1年，安安就被欺负成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能原谅爸爸吗？”安安坚定地摇了摇头，转而又有些犹豫：“可他毕竟是我爸爸呀。”我摸着他的小脑袋说：“他能眼睁睁看着安安被欺负，却坐视不管，他就不配当你爸爸。但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。”安抚好了安安之后，我出门见了许文渊，他脸色憔悴，见我出来忙跪着上前：“青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没想到我弟弟他们竟然会是这样的人，更没想到他们会欺负安安。我发誓以后绝对不和他们再来往了。青宁，看在安安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”我没说话，只是自顾自地往前走。许文渊跟在我身后接着说：“那套房子你已经收回来了吧？我听说许文飞被你哥哥他们给赶了出去。哎，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，他把老家的房子偷偷给卖了，在外面养了个情人。听说前几天情人也打上门来了，许文飞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赔给他了。我妈说了他2句，他竟然还把我妈给揍了一顿，扔大街上不管了。哎，我真是倒了血霉，碰到了这样的弟弟。我
自作自受。我冷冷地说。许文渊还在我身后不断说着好话，可他却丝毫没注意。我走到了民政局门口，我掏出离婚协议书，对许文渊说：“我最后给你一个体面，就不起诉离婚了。办完手续，过了冷静期之后，我们就各奔东西。安安归我，你没意见吧？”许文渊知道我的脾气，我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可能再更改了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，许文渊也在身后跟着。虽然他是净身出户，但有离婚冷静期这个东西，目前在法律意义上我俩还是夫妻。我对许文渊说：“这30天里，你想住这我不赶你，但是30天之后，你必须立马给我滚蛋。你也不想让我哥哥给拖出去吧？”许文渊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知道。这几天我攒点钱去外面租房子。”我没说话，请人过来收拾房子。许文渊试探性地问：“我妈这几天没地方去，我能把她接过来吗？”我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无所谓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如今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不可能给你1分钱的。你把你那亲妈接过来，就自己养活。”我把安安接了过来，许文渊也把婆婆接来。在见面时，婆婆眼中早就没有之前的盛气凌人。我在主卧和安安的卧室重新装了空调，许文渊带着他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小书房里。许文渊找了个送外卖的工作，白天出去跑外卖，晚上带几片烂菜叶子回家和婆婆一起吃。婆婆看着我和安安啃大骨头，馋得直流口水。每次忍不住想伸手去拿，就被我一巴掌拍了回去。你不是推崇苦难教育吗？怎么这点苦都受不了？安安可是跟着你吃了1年的菜叶子。婆婆埋怨许文渊没本事，却被许文渊大骂一顿。要不是你非要把钱接济许文飞，我们现在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吗？我还得存钱租房子，哪有钱给你买吃的？婆婆气得破口大骂。我带着安安回了房间，任由他母子俩在外面争吵。第2天早上起床，我竟发现婆婆躺在我门外的地板上，原来是没有空调，实在热得受不了，于是凑到我房间外面想蹭空调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从她身上跨了过去。没过几天，小区里就多了一个捡瓶子的老太婆。一天回来，我不经意间看见了许欣然的身影。小胖子虽然还是满脸横肉，但明显脸色苍白了许多。只见许欣然带着几个衣着破烂的小男孩，冲着一个老太婆丢石子、吐口水。嚯，那不是许欣然的亲奶奶，我的前婆婆吗？老太婆气得到处乱抓，可她哪里是小男孩的对手，被耍得团团转。许欣然却趁老太婆不注意，一把抢过她扛的一大袋瓶子，转头就跑。老太婆气得瘫在地上哇哇大哭。我拍下了这有趣的一幕，连忙拿回家和安安分享。安安，你记住，从来就没有什么苦难教育，真正爱你的人是舍不得让你吃苦的。安安扬起笑脸冲我点头。妈妈，我记住了。那你爱我吗？我笑着说，当然爱呀。妈妈最爱安安。那我今天想吃芝士大虾，超级想吃。妈妈爱我，可以满足我吗？你个小机灵鬼，还耍上心眼了。行，叫上你舅舅，咱们好好搓一顿。